Hello，大家好，今天是1月3号，美股盘前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20年最后一个行情视频，宣告阿哲预测翻车了，这恰恰也佐证了阿哲曾经告诉大家的，阿哲不是神仙，也不是什么股神，所以阿哲从来不会吹嘘自己的预测会有多么精准，但是阿哲的观点不会轻易的改变，我会告诉你我的技术分析逻辑是什么。当前的美股，阿哲认为它就是低点。英伟达目前它就是买入机会，特斯拉下周它也是可以重仓布局的。提醒一句，如果你真的想要做好当前的美股交易，那么请千万不要只单纯的看阿哲的视频封面，认真听听视频当中的具体内容、具体的交易点位。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呢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127.7，我们依旧照常还是用3个部分来讲解本期的行情视频重点。第一部分老规矩，看一下目前的市场环境，纳指它的趋势结构分析和空间的技术点位测算。而在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我们会讲一下个股的分析。第二部分讲一下英伟达和特斯拉详细的专题技术面报告。第三部分会讲一下以下个股的快报，分别是博通、台积电、谷歌、亚马逊和比特币概念个股的技术面快报。这里呢要重点关注一下比特币概念个股以及博通这2方面。那么在开始今天正式内容之前，阿哲要做一个提醒，就是左下角的这句话，我们的交易、我们的分析、我们的一个逻辑，它主要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预测，而后确认，之后最后才是交易。阿哲发现有很多同学将这进行了搞混。那么像类似之前阿哲讲到的一些预测，比如说在今年20年最后一天的视频当中，我们讲到美股有机会出现长阳或者说明显上涨，这是一个当天的预测。但很多同学呢以为就是一个交易信号，反而去买入个股，而忽略了阿哲在视频当中讲过的很多类似于的交易点位，基本都忽略了，而是直接的开盘买进。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预测只是第一步，但它不是最后一步。阿哲的预测，美股目前是低点，但是如何去确认，它还有待确认，而不是直接我们去买进。除非你的资金量确实足够的多，那么你可以做到每次的下跌逐步的去买进，类似于机构的操盘建仓手法。但阿哲相信，大部分同学应该不具备这样的资金条件，那么我们就等待一个明确的信号。那类似于前面的高点3小顶被跌破之后，这叫做一个下跌的确认。而下跌到现在，它是否有出现过一根像样的阳线？你会发现没有，一根阳线都没有。为什么在这种下跌很明显一根阳线都没有的市场当中，你会认为能够直接去买进，无脑去买进呢？你是真的很多钱能够让你每一次创新低都去买进一笔筹码吗？那么如果你真的有这么多钱，那么阿哲认为你的操作也是可行的，每次下跌创新低你就买进。那么目前你可以买进2-3笔左右的仓位，那么这里是你认为它是低点后的左侧的策略。但如果你不具备这样的资金条件，那么阿哲劝你最好等一根明显的确认的阳线再去进场，再去确定预测的低点它被证实被确认，而后去交易。那么现在我们来到第一部分的正式内容，趋势结构纳指的分析。我们看到以下的这一张图板，目前你所看到的这个趋势线的画法，那么在上个月当中也是经常会去提到的内容。这里有2条趋势线，分别呢是这2个阴线的高点以及这2个低点的连线，以此呢形成了2条上行的趋势线，也将此处的一个收敛定义为楔形。而目前后续的上涨是楔形之后方向选择向上之后的扩上的情况，而股价的向上扩上，它是以上方的趋势线为上轨，以下方的趋势线为下轨。那么股价往上去运行，遇到上轨后容易往下去进行探底，而后再往上去寻找高点，再往下去寻找另外一个下轨。而目前的走势其实它是偏弱的，因为价格呢之前还能够站在上轨之上，后续下探低点之后再次反弹碰不到上轨，而本次下跌它是已经略微跌破下轨，所以目前从趋势来看，空方的力度确实是极强的。那么我们要关注一下
股价目前的下跌所跌到的点位是比较关键的，因为它类似于前面这一个下跌一样，也包括呢前面这个下跌一样，它已经跌到了前方的这2个高点所形成的上升趋势线。这条趋势线是比较有效的，被多次的验证前面这里的压力以及这里的支撑，包括之前这一波大跌后的低点反弹，那么都说明这一根趋势线是很有效的。所以股价跌到这里，你说昨天收盘跌破了，那么它有效性有待考量，因为它当天是一根带有长长下影线的一根 K 线，它平时出现长下影线那么还好，重要性呢可能还有待确认，但是目前在关键的支撑位、关键的一个趋势线上出现了长下影线，这里要有所关注，很容易形成我们所说的有效支撑，这里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这里不能够在今天出现上涨反弹确认，那么它继续收跌，跌破了这个趋势线，那么才是一个真正的我们说的大风险。也是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说这一根假阳线还没有必要恐慌，真正的恐慌的时候是跌破，特别是有效跌破这个上行趋势线时，才是真正恐慌的开始。因为在这一刻开始确认了本次高点顶部的形成，而且不是一个简单的顶部，甚至呢是中长期的顶部在此成立。所以目前这里呢到了一个关键的窗口，纳斯达克指数25年究竟上半年走势如何呢？这里很关键，如果这里跌破，那么25年纳斯达克指数上半年将不太好过。那么在这种关键节点的位置，阿哲教大家一个方法，能够去辨别一下这种跌破大概率是有效还是无效。我们看到图中的这2个点所形成的趋势线，那么股价往下跌，它不是说跌破就一定是有效会下跌，会引发风险。像这一轮下跌它也跌破了呀，那为什么这里后续展开低点上涨呢？所以不是说收盘一跌破立马是风险，包括这里收盘跌破了是风险吗？并不是吧，后面还有低点。所以股价一个趋势线跌破之后，你要看一下，看什么呢？看时间，一般看个2天左右差不多。跌破的第1天，跌破的第2天，正常来讲，如果股价对于某个支撑它的跌破并不有效，那么在跌破之后将会空方快速衰竭，而多头很快会反攻。这个反攻的现象就是跌破的第2天的这根 K 线一般会止跌，并且它的高点会被突破，而这种现象意味着这个跌破大概率不是有效跌破，它是一个后续的低点。包括这一波下跌也是的，跌破第1天，跌破第2天，跌破第2天的 K 线是止跌 K 线，高点很快被突破，所以这个跌破它也不是有效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最新的股价的下跌，它当前已经收盘略微的跌破，那这是跌破的第1天，而今天是跌破的第2天。如果股价在这里它不是一个有效的跌破，空头从这个高点跌到这个低点，它破位，它如果空方力量是不够的，那么第2天今天理应就是止跌，今天理应就出现本次下跌以来首根上涨的阳线，而这根阳线将重新修复这2个支撑，2个趋势线。那么刚才所讲的是一个比较强势的状态，那么相对弱势的它可能是一个小 K 线在此处产生，那么作为第2根 K 线，跌破的第2天最好是衰竭 K 线或者是止跌 K 线，它的高点能够快速的在下周被突破，那么意味本次的下跌破位它依旧是无效的，依旧跟前面一样，破位反而是低点，因为破位之后空方衰竭，多头重新进场，它将又成为一个低点，在此处的破位的时候反而可能会产生再次的低点。那么在目前我们看一下市场的结构，在市场强势上涨时，我们注意一个结构，就是它的低点和低点是不断的抬高的，或者说大部分情况下它是会抬高的。所以呢，你会看到整体的秩序是不是在这种低点抬高之下运行，而当前这个地方是比左边的低点创了新低，这是一个相对结构性有所变化的情况。那么看到这里，是不是股价出现了下跌反弹再下跌？所以呢，是一个高点在降低，低点呢目前有要降低的感觉，所以这前面的低点最好不要被收盘所跌漏。这个位置如果再出现一根 K 线的阴线，收盘跌漏前面低点，那么将会验证几个关键价位的跌破有效性。它跌破了前面的低点，同时跌破了左边的这个高点，同时还跌破了这个趋势线的支撑。
如果这里真的再次出现一根阴线收盘跌破这个低点，而没有出现止跌，没有出现我们所说的强势上涨，那么这将是一个真正大的风险的产生，就很危险。所以按照趋势结构来看，如果这一波下跌到这里真的美股要见低点，今天应该会出现本次高点下跌以来首根止跌阳线。而如果这里它不是美股的低点，而后续还会下跌，从右侧的分析来讲，这里应该还有一根阴线把左侧的低点收盘价跌破，那么这根阴线的产生将告诉我们，那么这个美股的低点将会大概率无限期的往后延了。以上呢就是阿哲对于纳斯达克指数日线图的趋势结构分析，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阿哲的右侧观点，以及呢对你是否有所帮助。如果是老同学，不要忘记了在25年阿哲的第一个视频当中点上你的首赞，点上你25年的第一个赞。如果您方便，也可以在阿哲视频底下留下您的一个评论，那么感谢你对于阿哲视频的支持。那么相对的，如果您是新同学，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阿哲视频，那如果阿哲的技术分析能够得到您的认可，或者说对您是有帮助的，那么也希望大家观看视频的同时，可以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在视频底下有一个订阅，打开之后可以点击一下小铃铛，那么以后阿哲频道的所有公开视频、公开直播，你就可以第一时间得到系统的通知，不会错过每一期的内容更新。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部分，叫空间的技术分析，空间的技术点位测算。关于这一个内容，是阿哲呢会告诉你，关于一根 K 线之后股价的走势，它突破哪个价格意味多头强势，跌破哪个价格意味空头强势。这一个方法，这个方案可以应用于指数和个股当中。如果您对于预测以及呢右侧分析，您觉得还不够清楚明确，或者说它的交易的点位还不够安全，那么你可以研究一下空间技术的分析，观察一下阿哲的这一个板块。那么阿哲呢，对于后续的个股基本都会提到 K 线的动能、K 线的资金，那么就是关于空间技术点位以此计算出来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到这一部分的内容，关于这个点位的计算，阿哲呢是在每天盘前，只要美股开盘就会去公布这一个最新的数据。在左侧的消息当中，是阿哲发布在 Telegram 当中的每日的消息，这一份消息是在1月2号盘前所发布的。阿哲这边呢是香港时间，当时呢是在昨天开盘前，是香港时间2点17分的时候所发布，有时候呢会早一点啊，有时候呢正常是在4、5点左右。在这里呢，阿哲提醒到一句，今天呢是25年的第一个交易日，那么新月呢预测没能出现如期的上涨，但阿哲观点是不变的。如果您是新同学，可能今天呢才能听到阿哲公开的一个更新视频，但如果您订阅了阿哲的频道，那么作为新订阅观众，至少在半个月的时间内，你能够很准时的每天美股盘前就得到阿哲的一些消息面的更新，以及一些点位的测算。那么阿哲也提到了这一周，也就是本周变盘点密集，这周呢是低点形成的一个过程，而在实际交易当中，我们需要等待明确的信号。那么在这种信号出现之前呢，所有的买入都是试错的仓位，而这一天的预测阿哲依旧是看涨的，包括今天的预测也依旧是看涨的。那么除了阿哲会讲到一些个人的看法，不要有主观色彩之外，下方的内容呢就基本是客观的。阿哲会通过计算的方式告诉大家纳指当天日内的高点压力以及呢低点支撑，包括这里还有特斯拉个股的高点压力和低点支撑。很多同学呢说，阿哲，我听了你的视频，我买了特斯拉，最近亏了。那么这里阿哲就想要问一下，您有没有按照这个点位去观察？如果您有按照这个点位去观察，你会知道每天阿哲给到特斯拉的点位得要收盘突破，才意味着多头强势，是一个多方动能延续的可能。而特斯拉呢，从这一波下跌以来，阿哲的看法基本上在客观的角度上、空间技术上都一直保持看跌。只要你是老同学，只要你每天盘前看到这条信息，应该都知道阿哲这一个维持看跌的一个客观分析已经是很久很久了。稍后呢，我们在讲特斯拉的动能 K 线时，也会再强调这一点。目前的特斯拉究竟能不能看涨？而这里呢，我们看一下昨天的一个预测的价位是不是这两个价位？而股价呢，在本轮下跌当中是没有出现一天，大家注意了，从前方的高点下跌以来，没有出现那么一天多方动能强势的。在本次下跌当中是没有一天有绿灯出现的，像图表当中的绿灯就是收盘价突破阿哲日内预测的
高点压力，而红灯 K 线呢是收盘价跌破了阿哲预测的低点支撑，跌破意味空头强则有红灯，突破则意味多头强则有绿灯。从前方的高点下跌以来，这一天是红灯，而后没有一天是绿灯，所以在预测上，阿哲认为这里是一个低点的空间，但是在右侧的空间点位多空动能上看，目前没有一天是多方强势的表现。那么更为明确的信号就是等待一根绿灯 K 线在此价位附近出现，一出现我们认为机会到，就类似于前期股价从高点下跌，是不是这里的反弹就是有一根绿灯 K 线所产生，又包括从前面这个高点后的大跌，是不是也由一个红灯之后的绿灯 K 线所提供反弹的机会、上涨的机会。那么上方这一个红灯后的暴跌，也是由红灯之后的首个绿灯展开的反弹。而像这个高点后的下跌反弹的低点，这个高点后的下跌反弹的低点，这个高点后的下跌反弹的低点，都是绿灯为开始。而目前高点后的下跌，请问绿灯出现了吗？没有出现，也就是说多方到目前为止没有变强过。那么我们要等待的就是这样的一根 K 线。那么因为现在是新年，我们第一期的视频，第一个行情视频，阿哲依旧把观点、把预测的点位公布给大家。这个点位是今天的1月3号最新的日内预测纳指的高点压力和低点支撑，分别高点压力是19399.33，低点的支撑是18999.04。如果今天纳指收盘能够站在19399.33之上，说明是一根绿灯 K 线，那么这里结合空间、结合时间上的预测，它的低点预测，这将是一个确认信号，也是我们去交易的信号。而假如今天的收盘价继续往下跌，而且跌破了18999.04，那么说明依旧是一个红灯，依旧是空方强势，那么就肯定不能直接作为预测后的确认和买入信号啦。这是不是一个很明确的点位？那么阿哲呢是在10月初开始每天都计算，每天都发在了 Telegram 当中的群组当中，只要你是订阅观众，至少会有那么半个月时间能够收到这条信息。跟随到现在的也有很多同学，那么你会知道这项技术它的优点和缺点，阿哲之前呢也讲得很明确了。它的优点就在于一轮大涨行情，它绝对会给你上车的机会，绝对会有绿灯的产生，而且低位就会出现。而一轮大跌行情，它必然呢会在高位出现红灯的提醒，它虽然不一定是最高位，但是它肯定会出现。那么这就是它的一个优点。那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股价如果在震荡的时候，多头空头不明显的时候，那么一般绿灯 K 线可能是一个高点，红灯 K 线有机会呢是一个低点，这是它的一个劣势，也是所有技术分析、所有指标它都存在的。在震荡行情，没有任何一个指标能够明确告诉你方向，这是技术分析，也是传统分析它不能解决的。红绿灯也不意外，除非我们用一些特殊的方法。红绿灯当中有一些其他的方案，但是目前的阿哲是没有讲太多的，以后有机会遇到那种行情我们再去讲。目前的美股属于比较明确的单边涨和单边跌，你会发现上涨时是单边，下跌时也是单边，所以用红绿灯去观察是比较适合的。那么下方呢就是1月3号的点位，那如果1月3号还是没有出现绿灯或者说红灯，那么明天阿哲又没有更新新的视频，那你怎么知道最新的点位呢？很简单，我们告诉一下大家，如果您是一个订阅观众，那你如何每天盘前能够得到阿哲的这一个信息，一些个人的观点，以及呢一些客观的点位计算？很简单，第一步，你先订阅阿哲，这是必须要做的，订阅阿哲，动动小手指，很简单的事情。第二步呢，你需要看一下阿哲视频底下有一个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有一个置顶评论是阿哲呢自己发出来的，在置顶评论当中有一个助教的联系方式，助教老师他的一个 Telegram， 你点击链接之后就可以添加得上。这条信息呢都是阿哲在 Telegram 当中去发送的，所以你跟助教老师加上之后发送2个字给他，注意了，新同学一定要发送这2个字才算是一个报名成功的方式。先点击评论区的置顶链接，而后找到助教发送盘前2个字，
而后呢，助教老师就会统计一下你的名额，你确实是订阅观众。那么后续阿哲所发布的这条信息，他就会告诉你，如果您是今天第一次首次订阅阿哲的同学，那么不要忘记这个福利，阿哲是送给你的，那么记得及时的领取。同时，这里阿哲呢还要再提醒一句，如果您是订阅观众，那其实也不仅仅只有这个盘前的提醒，我们的盘前解析、点位预测只是订阅观众其中的一个福利，我们还有另外的2个福利，你可以有所预知。第一个就是粉丝群组知识答疑，第3个是进阶知识和内部直播。对于这个粉丝群组，是阿哲专门建立于服务于订阅观众的一个群组。只要你是一位爱学习、认真学习技术分析、热爱技术分析的同学，那么你都有机会进入到粉丝群组当中。那么粉丝群组主要作为技术分析有困惑时的知识答疑的地方。那么大家注意了，这只是一个技术分析知识答疑的群组。在这个群组当中呢，阿哲主要分享的是一个盘前的解析和纳指的分析，以及技术分析方面的一个知识。那如果你说阿哲我想要讨论个股，我想要去问一下个股的交易，那这里面呢一般是没有的，所以这里只针对于爱学习以及对技术分析热爱的同学。那你说阿哲我是这样的人，那我呢这里需要有一点点的门槛。第一个就是你必然呢是订阅观众，第二个就是你要认真收听我们的内部直播课程。我们呢在每周都会有专题主题的班课，都是内部课，都不对外公开。比如说本周我们的课表在1月6号到1月10号，也就是下周周一到周五会有5节的课程。这5节课程我们会通过技术分析的4个维度价量时空来去安排课题。那么这5节课程将会告诉你价量时空在技术分析当中怎么去应用。那么在下周的课程当中，你只要能够参与其中的1节，或者说至少1节，而后写一次作业。每节课程当中都会有老师给大家去布置一次课后作业，你只要听了1节课程，并且完成一次课后作业，那么提交给助教老师，助教老师在审核通过之后，就会告诉你你是否能够进入到粉丝群组当中，根据你的学习表现以及作业的完成情况，会酌情邀请大家进入到粉丝群组。所以如果您是想要进入阿哲的学习小组粉丝群组，那么记得每天的直播课程都不要忘记写一下内部直播课的课后作业，这是3重福利以及他们获得的方式。那么如果您还未订阅阿哲，那么记得及时订阅，点击评论区的链接找到助教领取这3份的福利。感谢老同学的点赞以及新同学的订阅，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上呢是关于纳斯达克指数趋势结构分析和空间技术分析。接下来我们讲第2部分，英伟达空间、价格、资金3个维度的解析。如果您对于英伟达是感兴趣的，并且日常一直在关注，那么这部分内容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收听。我们现在看到英伟达的维度分析，目前呢是英伟达的一个日线图表，前期股价下跌进入到了这个前高附近的密集筹码区，我们说这里要关注有止跌的可能。而后在支撑区出现了一根假阳线，假阳线的高点被突破，股价走出了一波反弹，反弹的时候出现了3小顶，而后价格在 141.1 的价位处出现了压力，出现了10日线再次的回落。回落过程当中，我们讲到另外的一个支持点，就是下跌时的下影线。当下跌时的下影线逐渐的变长时，说明股价在盘中下跌后的反转力度在变强。股价只要出现这种反转，影线的形成将说明有资金的买进流进。连续3天下跌，连续3天的调整，连续3天资金买进的力度在变多，从 1.57、2.22 到 2.3， 所以在这里出现一根止跌阳。我们在上期视频当中通过这一根阳线告诉大家，英伟达调整低点出现，而这个低点目前并没有被跌破，只是这个位置没有一个明确的比较好的加仓机会。所以当时我们说到这根阳线是一个试错性买点，你可以买进一点仓位去布局，低点呢可以作为防守。那么价格股价目前上涨，为什么阿哲认为它属于一个启动信号？昨天的这根阳线，这里呢有2个原因。昨天的市场虽然整体呢还是属于下跌的，但是下跌的力度变低了，而后整体芯片板块是出现上涨的，而其中的领头羊就是英伟达。在上周出现了一次这种现象，大跌时它反而止跌上涨，在现在呢又出现了整体市场下跌，而它带领芯片出现反攻。
这一天它的收盘价比昨天阴线的最高价是高的。昨天阴线呢是一根最高价接近于收盘价的，也就是说类似于关头阴线。那么这个高点其实应该是有比较大的空方压力的，但你会发现隔一天就收盘突破了。所以目前的这根阳线从价格层面上，从 K 线的角度上告诉我们，英伟达这个回调低点的概率是极大的。通过前面的阳线可以确定，通过这一根阳线可以再次的肯定这个地方是英伟达的上涨回调的低点，所以这根阳线可以再次的做第二次的买进。而后我们要注意了，前方这个下跌是有一根防守阴线的，我们的第三笔仓位应该是收盘突破这个 2.3 这个阴线的高点，防守阴的高点被突破，这是第三次的加仓点。目前有一笔试错仓位，还有一笔呢相对正式的买进的多头仓位，而第三次的买进应该是突破防守阴的高点之后，我们的防守位呢，它可以设置在防守阴线的低点。那目前是没有出现有效跌破防守阴线的低点，我们把这一个区间画一下，我们可以把防守阴的低点作为防守位。目前有2笔仓位已经是买进，第3笔仓位可以是防守阴的高点被收盘突破时去买进，而这3笔仓位我们整体的一个防守位都在这根阴线长下影线低点附近低点左右，你可以在低点下设1个点左右，可以去作为一个防守。而这部分是关于英伟达的空间和价格层面上。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资金和动能的 K 线。目前我们所看到是英伟达的日线图表，上方呢是红绿灯，也就是股价的多方的动能和空方的动能。绿灯代表股价当天收盘突破阿哲预测的高点，红灯呢预示着股价收盘跌破阿哲日内预测的低点。那么这是一个红绿灯的表现，多空动能的强弱。下方的资金是 BBD 短线资金，绿色代表短线流进，红色代表短线的流出。那么价格当前是一个下方低位的上涨回调，而回调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出现了2个红灯？我们说这是一个空方较强的表现，但是红灯之后立马是一个绿灯，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们说如果股价上涨当中出现了绿灯之后立马红灯，那么小心了，昨天的绿灯有可能是骗线诱多行为，那么后续容易是下跌。那假如在红灯之后立马出现的绿灯，它就有机会告诉你昨天的红灯有可能是砸盘。当然了，这里我们买进之后这一天又是红灯，说明我们的看法这里是错的，但是呢我们就做一个止损。但我们要知道的是，在连续上涨时出现的调整，红灯后的立马绿灯，一般它就意味着市场处于一种什么情况？有可能是砸盘的现象，或者说在上涨时连续上涨后的绿灯后的立马红灯就有可能是骗线这是一种相对更进一步的使用方法，比直接绿灯买红灯卖要更进一步，稍微有点技巧，而不是那么的呆板。好，我们看到这里股价是上涨回调吧。好，这里呢是立马的红灯转绿灯，那么这一天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买点，因为绿灯本身是买点，而昨天是红灯又立马绿灯，所以昨天呢有机会是有砸盘的 K 线。刚才我们所讲的是一个红绿灯动能 K 线，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方的资金。资金的话呢，在连续的流进之后出现了略微的调整流出，但这个流出的力度是不强的，因为它连这个蓝色轴都没有去下穿。股价在连续流进之后出现了下穿，这是一个流出的一个比较明显的表现。我们之前讲过如果出现了这种现象，一般流出的这一天它有可能是回调低点，是吧？股价出现回落，那么这一天呢有可能是上涨回调的低点，上涨回调的低点，就看它的低点能不能守住，高点能不能突破，可以突破意味这是一个回调低点，后续股价还能新高。而价格如果上涨回调，这里出现了下穿，没能够守住，没能突破，所以这里呢还继续会下跌，它不是一个回调低点。而价格如果上涨回调，它连这个下穿都不下穿，那么就说明它肯定是回调，不是一个下跌的延续。而这里呢又再次出现了一个绿色的资金流进，虽然流进的不多，但确实是绿柱，而上方的 K 线表现又强势，所以英伟达这一天是从各个纬度上来说都是一个启动点。那么我们以它的整体的这个回调低点作为防守，
价格不跌破，依旧看涨英伟达本次的低点上涨。以上是关于英伟达空间价格资金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特斯拉，阿哲依旧讲一下时间。关于这个时间窗口是6天的周期，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那你可以多翻一翻晚期阿哲对于特斯拉时间的分析。那么这里呢，阿哲就简单的去介绍一下关于这一个窗口怎么去画的，我这里简单再演示一次。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那当你看懂了这个时间窗口怎么画的，以及它所包含的含义，你会知道为什么下周会是特斯拉可以重仓去布局的一个节点。我们这里需要用到一个工具叫周期线，应该是每一个软件、每一个交易软件、分析软件应该都有的。周期线找到之后，我们就要寻找到特斯拉2024年4月19号这一天的阴线，然后把这根阴线呢再连续连接到这一根阳线高点的位置。那么从低点到高点是6根 K 线，就构成了一个6的窗口。而这个窗口它一直延续，可以延续到目前最新的行情。那么这是当前特斯拉我们去关注的一个6的窗口。那么既然大家现在会画了，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窗口应该怎么去用。我们需要关注一下阿哲在下方所画的这个圈圈，这个圈圈呢它是6，那么它这个6是什么意思啊？它是股价每一个6当做一个窗口，那么第二个6就标记2，那么6的6就是说明股价从这个低点走过了6个6的窗口。那么价格走势，如果特斯拉走过6个6的窗口，那么我们认为它会面临一个中期的变盘点。中期变盘点说明它很有可能是未来2到3周最少2到3周，有时候多的话可能会是4周，它的一个低点和高点。那比如说6的窗口这个位置是不是见到了一个中期的低点？股价后面至少涨了3-4周，而股价到这一个6的窗口是一轮暴跌之后的中期低点，后面呢连续上涨了4周以上。价格到了这一个6号窗口附近，是不是出现了一个中期高点？后续价格在此处出现了连续2到3周的调整，再到这一个6的窗口，那么价格遇到了一个高点，这个高点后续是半个月左右的一个高点，股价后续出现了震荡行情。那为什么最近阿哲一直在讲这一个窗口呢？因为目前的特斯拉又到了一个6的窗口，而且即将走完。那么一个窗口里面呢，它是6根 K 线，那当前呢是走了1、2、3根 K 线。那么这一个窗口的闭合应该会在下周周二的时候出现了再一次的6的窗口的形成。那么这个窗口形成，我们认为它就会形成一个中期的变盘点。那么在上期视频当中，阿哲有告诉大家怎么去判断它是中期高点的可能性更大，还是中期低点的可能性更大。其实很简单，你看一下5到6之中，它整体的股价是上移的还是下移的？如果从5到6整体是下移的，正常来讲，大概率8、9不离10，它是一个中期变盘低点。那假如从5到6，它是吧一直是下移的，那么这附近容易见到中期变盘的低点。5到6如果整体是上涨的呢，容易在此出现一个中期变盘高点。如果5到6整体是上移的，我说的是整体不要说这个5是下跌的6是上涨的，怎么看？你又看一下最后这个收盘，距离5的开始它是抬高还是降低？这是一根阳线还是一根阴线？收涨还是收跌？是不是这里是一个上涨的？所以6呢容易是中期变盘高点。那么像现在你告诉阿哲，从这个5的位置到6的位置，目前大概率它是收一根跌的 K 线还是收涨的呢？很明显，阿哲在上期视频讲过，这里最好不要有大涨，它可以震荡，甚至呢可以大跌最后走到了这种大跌的情况。确实呢，目前这种局势告诉我们，这个6走完，5到6基本都是下移的。那么既然5到6是下移的，它很难在最后的这3个交易当中去突破5的高点走出上涨，那么它要么是震荡，要么是下移。所以这里基本板上钉钉，将会在6形成之后6个6的窗口形成之后，见到一个中期变盘的特斯拉的低点。所以说下周关注价格表现，我们的预测是下周会有中期的特斯拉变盘低点。但在价格上我们有了预测，下一步是确认，而后去交易。所以下周还
等待一个确认以及交易的信号。那么以上是关于特斯拉6个交易日时间窗口的应用。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讲了6个6的窗口的使用。对于其他的用方法，阿哲在之前的视频当中偶尔会提及。如果你感兴趣，那么你可以多翻阅一下以前过往讲特斯拉的视频。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特斯拉的空间上。那么关于以上图表当中空间的这些点位，阿哲有一段时间呢没有给大家去进行一个回顾了。这些点位都是很久之前就摆在这个图表上的，它不是今天才画上的。像之前股价的上涨，单边上涨到了 478.4 之后出现了三阳小顶，而后价格冲到回落，这里形成了高点，目前出现下跌。下跌时呢，在上个交易日出现了 406.71 的略微跌破，而后在昨天因为交付数据的原因出现了跳空跌破，所以对于 406.71 基本是有效的跌破，没能撑住。而当前的股价是来到了 382.26， 而这个价位目前也是略微的跌破啊，类似于这根 K 线略微的跌破，但是它的 K 线的实体不是很大，所以股价对于 382.26 会不会有效跌破呢？我们还说不清楚，你要看一下今天的收盘会不会继续收在 382.26 之下。那么像 361.73 呢是下一个支撑位置，如果股价真的继续往下跌，把 382.26 有效跌破，那么下一个空间应该是 361.73， 那么这个价位将是一个重要的支撑位啊，因为呢这个价位是之前的多空徘徊的区域，是花了很长时间才突破的，所以这个位置的突破是绝对有效，它的支撑也是绝对的强力，所以这个点位是强大的支撑，当然它不一定会跌到这里。股价在 382.26 的地方就已经开始有所支撑了，所以昨天呢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下影线。如果今天出现收阳能够收上，特别呢等一下讲一下动能如果也表现强劲，那么甚至这里就是一个短线初步试错进场的地方。它呢不是一个时间共振点，因为时间的安排是在下周呢会是一个更好的机会。如果这里出现一些止跌，那么将是空间上率先发出的一个买进信号，因为目前的空间也在另外的一个支撑 382.26 这附近，如果出现止跌，是空间上的一个买进信号，我们可以期待一下这个买点，这个止跌点会不会出现。那么当下我们看到特斯拉的日线图表，上方是动能 K 线，下方呢是资金的 BBD 表现。我们看到这里，股价在前期低点时出现了一个绿灯，而后红灯。我们说绿灯之后立马红灯，小心这一天是一个骗线。而价格后续再转为绿灯之后出现了红灯之后立马绿灯，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昨天有机会是一个砸盘？而股价再次绿灯，验证我们的看法。在这一天开始出现了单边上涨，连续的上涨，最后以三阳小顶作为结束，这个位置也出现了一个红灯。好，这个红灯开始，价格出现了回落。回落过程当中出现了一根绿灯，绿灯呢作为买进，买进之后你说阿哲我后面又亏了又被套了，好，红灯时你应该作为卖出，这一天绿灯买进的点位或者是仓位在红灯这一天就应该离场了，你这一天不离场，你也应该在前面低点被跌破时去离场吧。好，这一天又是红灯，好，这一天又是红灯，那你说如果是红灯绿灯来去操作，那么前面这一轮上涨有你的份，这里呢又多也有你的份，但是你会发现你只要离场离得准时，或者说你认真按照红灯去离场，那么其实不会亏多少，至少不至于说阿哲我从这个高点追进之后一直拿到现在，把前面赚的钱全都亏回去了，不至于出现这种现象。这是红绿灯的一个优点，正常客观的去分析，大涨时它有你的一块肉吃，大跌时不至于说让你把肉全都吐掉，还可能会亏不少，还不至于去倒亏。所以目前呢，我们就要关注一个点，就是特斯拉这一天它是红灯，而英伟达它是绿灯。那你说目前的资金是更加靠拢于特斯拉还是英伟达呢？英伟达的绿灯就告诉你了，资金在英伟达上，而没在特斯拉这里。那我怎么知道何时它会变成绿灯？那么就关注我们最新的点位。今天呢，阿哲依旧会发布在这一个 Telegram 当中的群组当中。那么这里阿哲也简单画一下吧。但是明天的点位呢，可能就没有更新视频，所以你可能就看不到。所以如果您是订阅了阿哲的同学，那么对于特斯拉比较关注的同学，
也记得及时的联系助教啊，在下方的评论区联系助教。我们每天呢也会在群组当中告诉大家特斯拉的红绿灯的点位。那么像今天最新的，你要关注一个价位是386.005，这个价位是特斯拉今天的，如果收盘突破了，意味多头强势将会转为绿灯，再结合空间这里有支撑，那么就说明它是一个空间以及动能上提前于时间发出的短线买进信号。同样的，它的低点支撑在哪里？今天日内低点支撑是366.315，如果股价收盘又再次跌破这一个低点支撑，那么就说明红灯继续亮起，就会是连续的红灯，连续的下跌。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看底下361的支撑了。所以这是关于特斯拉的动能 K 线方面，而资金表现目前没有太过于关键的。在资金 BBD 的动能表现上，我们一般会去关注几个点啊，一般会关注一下它有没有去上穿，以及有没有去下穿，包括股价它有没有出现流出变流进，流进变流出。而现在呢，它是一直在流出，没有下穿，没有上穿，没有变流进。所以从资金上来看，目前依旧保持下跌的动作，没有出现比较好的介入的点位。这是关于特斯拉动能和资金层面上的分析。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我们会说一下关于博通、台积电、谷歌、亚马逊、比特币概念股等等的技术面快报。我们主要呢也是通过动能 K 线和 BBD 的资金去观察他们技术面上的一个表现来进行快报。我们来到第一只个股博通。现在我们所看到是博通的日线图表，在前期是不是也出现过了一个拉升前的红灯，而后立马转绿灯，告诉我们之前这里是一个砸盘，股价后续果然飙升，前面这一天的阴线下跌是砸盘，而股价呢在这一天的绿灯之后出现了上涨。目前的下跌它是一个缓跌，在指数连续当天下跌的时候，它走出了下跌震荡的表现，出现了这种结构，说明它的一个资金离场的意愿是比平均指数表现得更为抗跌的。而价格在调整的时候呢，它有出现其他的红灯吗？是没有红灯的，连续的绿灯之后是没有一次红灯产生。那么从右侧来看，它是没有特别明显的空方动能的释放。那看一下下方的资金表现，这一天是下穿，股价上涨回调后的流出下穿，一般这一天的产生它会告诉我们它是关键 K 线，因为股价上涨回调，如果下穿的这根 K 线它被跌破，则意味它不是一个洗盘，它不是一个回调，它是一个下跌的开始。而假如上涨回调下穿资金这根 K 线它不被跌破，我们说正常的洗盘幅度洗到这一天，洗到下穿这一天它已经是极限，所以股价上涨回调如果是洗盘，这一天它就应该是低点，而价格应该很快突破它的高点。所以股价呢，假如你前期没有买进的，走到这里，博通它其实给多了一个点位的参考，就是这根阴线在2024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博通它是一根关键 K 线，它的高点如果被突破，可以作为短线低点回调买进机会，它的低点不能被跌破，如果被跌破，这说明股价这一波的下跌它不是回调，很容易呢是一个下跌的刚刚开始。所以通过股价的分析表现，目前的博通有机会产生回调启动点，但是还需要一个买进信号。而对于前期绿灯买进的同学，目前是还没有离场信号的，因为没有红灯出现。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个股，看到台积电，台积电的动能 K 线以及资金表现。从上方股价的走势，你会看到这里是绿灯，绿灯之后红灯，那么是不是这一天如果是买进的，那这一天应该离场了呀？虽然说略微有亏损，但是比后面继续的被套住要好很多。好，那么价格在上涨回调当中没有创前期低点，而这里出现了一个红灯后的绿灯，告诉我们股价上涨当中，如果回调当中出现红灯后的绿灯，则意味着这一天的红灯有可能是砸盘行为。而你要注意了，这一天它同样是一个防守阴线，那么通过防守阴线的买点，高点要被突破才作为买进，所以这里的绿灯呢属于提前的买点，那么它呢可以作为一次的买进机会。而股价如果今天收盘继续站在这根阴线的高点之上，说明是一个防守阴的二次买点，它是再一次的
加仓点，这是台积电在价格上的买点，短线上可以这么去分析。而资金层面上，我们看到它是不是也是上涨回调？上涨回调时，下穿 K 线有很大机会成为回调低点。只要股价呢还在洗盘，它真的是洗盘而不是出货，那么我们就会知道这个位置容易是低点。那么是不是这里回调，它这里下穿了是低点，这里回调它下穿了也是低点？那现在呢，这里回调它也下穿了，那是不是低点被略微跌破一下，第二天立马是一个绿灯？是不是意味着这一天大概率是一个砸盘？所以这一天呢，它确实是个买点，只是它作为第一次买进，而后突破则作为第二次买进。我们的防守位，你可以用这一根下穿的这根低点变盘 K 线作为防守。价格如果跌破，那么就离场；不跌破，依旧从这里看涨做加仓，等待再次加仓机会。这是台积电的分析。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谷歌。那么像谷歌的走势当中，我们要看一下它的一个红绿灯的表现。像前期这里，股价第一位是一个红灯后的绿灯，我们说它是一个骗线行为，股价后面出现了加速。这里呢又是红灯后的绿灯，但可惜股价只是冲高，后续回落出现了红灯。那这一天我们认为昨天可能是砸盘是骗线，那么这一天又红灯了，你就要小心风险了。而且我们一般说砸盘它不会频繁出现，正常来讲，如果短线暴涨大涨之后再出现砸盘的信号，它的一个信号优势就相对变弱了一点，就不是很大的优先级了。一般在相对的低位或者说没有明显加速的时候，出现这种信号是比较不错的。而价格在这个绿灯成为反弹低点后，出现了三阳小顶，而后一根红灯 K 线确认股价下跌。目前是红灯之后没有出现绿灯，也没有继续红灯，所以股价呢是一个震荡。它也属于最近表现上呢相对强于指数平均水平的，至少它前面低点还没有去刺破。而纳斯达克指数呢是跌破的，所以它属于优先级上排在英伟达的后面，但是在特斯拉的前面。再看一下底下的资金，哪一天是最新的下穿？是不是这一天是最新下穿？那股价目前呢是跌破了一天，跌破了2天，但是第二天的跌破，这一天是10日新。所以价格如果不是有效跌破这一根下穿的资金的话呢，应该今天就要收盘站上了，不然的话连续3天跌破，那这里也开始有所转弱。前面这一天是下穿的资金 K 线，所以它是低点变盘，目前高点没突破它同样呢也是防守阴线，如果被突破呢就更好。所以目前这里没有太好的买进机会，因为没有绿灯，也没有出现突破。这个位置谷歌可以先再看看，再观望一下。前面的短线买进周是离场了，略微的有所盈利。当前呢没有再次的买进机会，最好的话呢可以突破一下这个左侧的防守阴的高点去买进，或者说等待一根绿灯 K 线。今天的绿灯会在哪里产生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价格走势，绿灯应该在 194.16 突破之后会出现绿灯，收盘今天突破 194.16 将会是一个绿灯 K 线。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另外一只个股是亚马逊。亚马逊的走势昨天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从价格的多空表现，前方呢是连续的绿灯，而后红灯之后终结了结前期的上涨。在这一根红灯之后，股价的走势是不太强势的。这里有一个绿灯，绿灯之后立马第二天是红灯，我们说绿灯之后立马是红灯，则说明绿灯有机会是一个骗线行为，要小心。后续股价下跌。好，下跌时看一下底下的资金有出现下穿吗？下穿的 K 线是哪一天啊？是这一天这个太久之前了，但低点呢还是有效的。目前没有有效跌破，这一天略微跌破，第二天又站回来了，还出现了长下影线，所以这个低点变盘目前依旧有效。但是呢，因为阴线的幅度太大，所以只能够看一个反弹，在这个区间内做一个反弹。目前是在区间的下轨，所以安全性呢会高一点。它不去跌破，那么一切呢就没有太多问题，就依旧这个低点是有效的。而在资金上来看，底下是连续3天流出之后的流进，跟前面这里连续流出之后的流进。好，这根 K 线它的高点要被有效突破才行，但它没有被有效突破，而是出现了一个骗线的突破，价格后续回落。那现在呢又来了，这一天又是一个连续流出之后的流进 K 线。低点不要被跌破，低点如果被跌破，那么亚马逊这个低点的变盘就无效了，它将会是一个持续的下跌。这个地方高点如果能被突破就更好，就是一个买点，但是呢有点高。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绿灯 K 线，什么情况下突破哪个价位会产生绿灯？那么阿哲呢，给大家画一下这一个点位，应该在 226.165， 股价呢突破 226.165， 那么这里亚马逊将会出现本次高点骗线下跌后的一个绿灯 K 线，那么就是一个买点了。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比特币的相关个股，来先看到 MSTR。MSTR 呢，之前我们讲过一个技巧，也是跟红绿灯有关的。那么在之前我们讲过红绿灯的一个技巧，就是当股价出现了绿灯、红灯、绿灯，或者说红灯、绿灯、红灯两个灯夹着一个异色灯的时候，它是一个变盘信号。一般关注后面是下跌还是上涨，如果是下跌的，意味变盘很大概率是下行的，这是一个风险信号。是不是在这里出现了变盘后的下跌？这里出现变盘后的下跌。那么我们以这个骗线和砸盘角度去看，这一天是一个绿灯，这一天是个红灯，说明昨天为骗线，好，又是绿灯，说明昨天呢有机会是砸盘，但是买进之后啊，冲高回落，而后红灯，所以这里呢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交易机会，它呢是赚不着钱的，有略微的亏损，股价后面出现下跌。好，这里又来了，又是一个绿灯后的红灯，红灯后的绿灯，绿灯后呢又红灯，所以我们被多次的提醒，它前面有骗线的现象，再加上变盘后是一个下跌，所以股价呢后续连续的下跌是一个风险。那目前走到这里，那么阿哲要提醒一下，它有机会产生低点，因为这是一个很标准的运线加十日线，这一天是很小的 K 线，而它的所有价格被昨天的实体完全的包含，那么这就是一个运线。像前期这里也有运线，但是运线之后呢，不代表一定会出现低点或者说高点，运线后要等待一个方向的选择，正常呢是向上的突破，突破谁？突破运线的小 K 线和大 K 线，突破运线的小 K 线高点可以开始做多，突破运线的大 K 线高点，或者说一起突破，那么就更加明确的看涨，这里将会是一个低点产生，所以关注一下 MSTR 能不能出现收盘突破运线小 K 线的高点，将是一个明确的看涨信号。底下的资金刚好也是由一个连续流出之后流进了，所以这一天是关键 K 线，高点突破可以做多。而我们通过红绿灯的角度，阿哲要告诉大家，今天突破哪个价位会成为一个绿灯 K 线呢？我们要看到 314.648， 股价只要收盘能够突破 314.648， 那么这里将是首根从这一个连续下跌后的首根绿灯 K 线。我们再看到 MARA 的图表当中，从前面的下跌以来，其实一直都是红灯为主导，像这些位置可能偶尔呢有绿灯，但是立马第二天是一个红灯，说明昨天呢为一个骗线。这里呢是一个绿灯，第二天没有立马红灯，但是隔一天也是红灯，所以你会发现它的赚钱效应是比较差的。像这里出现了红灯后立马绿灯，而后又红灯，说明什么？变盘信号。这里出现下跌，股价后面继续下跌。而我们看到当前的价格走势，它有运线吗？它是一个不标准的运线，好像是没有创新高啊，应该是不标准的运线。好，所以我们一样的在这里呢，认为股价是一个震荡，或者说它是一个方向性的停顿，我们最好等待一根阳线能够把它的高点突破，意味这里是一个方向性选择向上。通过 K 线，我们最好直接等待一根 K 线的变化来去选择。而目前的价位它没有出现我们关注的资金表现的信号，它没有转绿转红，它也不是上穿下穿，所以这里呢就正常去看待资金流进就行，等待一根确认资金流进的信号，股价收盘突破前方阴线高点，再去看多，再去认为这里是一个低位布局变化的点位。最后我们看到 Coin 也是呢和比特币有一些相关性的，它呢是在比特币关注的个股当中 MSTR、MARA、Coin 这三只股票当中唯一一个出现绿灯的啊，它呢也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运 K 线，但是呢它是一个运线的个股当中少数很少出现的一个绿灯 K 线。这一天虽然是十日星，虽然是运线，但是在价格表现上它是一个强势 K 线。但是这种强势 K 线不代表就是一定会上涨，因为它还是一个运线，运线的话方向停顿，还是得要等一个方向的选择，只是在昨天呢表现会强于其他的个股。我们看一下前面的上涨后的下跌，是不是绿灯后红灯？昨天呢大概率为一个骗线，
绿灯后红灯，昨天呢大概率为一个骗线，像这里是一个红灯、绿灯、红灯下跌，股价变盘下跌啊，它呢也是一个绿灯后的红灯啊，意味昨天大概率为骗线。所以红绿灯的信号，虽然它有时候可能会出现在一些不太好的位置，比如说反弹的高点，但是你只要及时的按照操作规矩来，你基本上不会被深套，你也基本上不会遇到特别大的亏损，都能够及时的认错，及时的止损。而目前这里又是绿灯了，你说阿周我买进可以吗？也不是不行，但是呢，一定要执行好防守策略，下一个红灯你就要小心。所以股价呢，我们来看一下，股价跌破哪里会是红灯？今天的话，关注254.105，如果出现跌破，它将是一个红灯 K 线，不跌破意味这里继续看涨，因为它是绿灯，本身就多方强势，可以看涨。这里只要不跌破啊，今天不要跌破，今天只要不跌破254.105，那么就持续看涨，维持看涨。这是 Coin 啊，提前于 MARA 和 MSTR 提前出现绿灯 K 线。以上就是1月3号美股盘前行情策略。那么关于个股的快报，阿哲都是很客观的，以一些技术面的信号来作为分析和判断，所以希望在短线上对大家有一些帮助。而关于美股指数、英伟达和特斯拉，应该是讲的比较详细。那么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进行提问。但阿哲想要说的是，最好是先认真多听几遍你所关注的那一部分，而后我们再去发出提问、发出疑问。那么阿哲看到会及时的解答。感谢大家今天的点赞、关注、订阅和评论，我们更多精彩内容下期再见，拜拜。